大家好，我是阿莹。今天我来介绍庄园外扩的建造方法。在这里有配一个凉亭，一个小平台，我有给它遮阳伞、椅子一些小零件。那正常情况下，你这个是拉不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给大家看该怎么操作。首先，我们按这个设计，然后在水域这里呢，挑一块水石，然后我个人会挑这几个，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，我们挑19。然后呢，假设我们要放一个平台，就找一个凉亭把它放在上去。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移不上去的，正常情况下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这里呢，按一个更多，按自由，哦，你可以看到它变成绿色的标示，告诉你可以摆放。好，我们摆放上去。那这样子做有什么用意呢？就是我们等下可以利用这个机制，把我们的石头沉到地底下，然后把上面这个平台的坐标在移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拉出框外。因为正常我们在建造的东西，它是拉不出去外面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大家要记住，在这里你要先决定说你上面要放什么东西，因为它是一起移动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平台上面有铺了地毯、火炉、椅子、花草、灯座，还有楼梯。在要移动之前，你就要决定你这个台面要放什么东西，不然到时候移动过去的话，它不会带过去的。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，我们找一个小草放在这个台面上。好，那我们这里还多挂了一个灯笼，然后我们再挂一个粉色的这个，我们把它一样挂起来。那如果它是分开的状况下的话，它其实是带不过去的。我们调整一下高度，好，假设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来移动我们的这个台子，首先我们按微调，因为我们摆放的位置是在这个区域，所以你要调的时候是调你的 Y 轴。你在基础在摆放你的石头的时候，尽量是靠左上方，因为你这样才有办法空间移动。你如果摆在像这个位置，它其实能移动的距离就很小。示给大家看，这个时候你点你的停止，然后微调坐标，把它 Y 轴把它设99，然后你就发现我们停止不见，它移到这个位置了。然后这样的话就代表你成功了。但是我们先回到上一步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建议大家按汇出，因为你不确定你能不能一次成功，那你确保你能够重复来的步骤，所以我们就先拍一张照，然后把你的这个档案汇出，随便打，我们汇出在比较下方的地方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操作了，一样打开自由模式，然后微调，调到99，好，这个时候按确定，然后我们再点我们的这个石头，我们移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凉亭也会跟着移动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当我没有放在亭子上面的物件，粉色的灯笼它就没有一起被带过去。但是我另外一个红色的灯笼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是在这个物件上面，还有旁边的这一朵草。所以那我们来移过去给大家看。好，你移动到外面了之后，所以它的距离是依你的石头距离来往外推的。那假设我要放到这个位置，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一座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高度有点不太 OK 嘛，你可以使用微调再调整一下，然后把高度降低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的高度只有640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有点太多了。那我们就只能再进来一点点。那我们换到这边，然后调整一下高度，觉得这样有点奇怪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慢慢的调整，因为这里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没有弄好，就会看起来很奇怪。那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的平台就设置完成了。你按确定的话，它就会固定位置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试着按 OK。那我们人物来外面看一下，你就会看到这样摆放的还不错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它的楼梯的位置不是我们想要的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因为你已经固定不能动了。那如果我们按建造的话，
只要一移动，它绝对就不能回去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做刚刚的恢复动作，因为我们刚刚有个存档，我们就只能重来这个步骤。存档的地方就要在这里使用，你就照着按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步骤，在这里我们就调整楼梯的方向，这样子按确定。我们来把我们的凉亭拉开，一样 Y 轴设定999。当然你要最大也可以，就让它飞出去一点，然后按确定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点我们的石头，然后自己再确认一下，像这样好像有点太高了，因为这里有一点坡道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就这样子按确定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亭子就可以外扩拉到这里。旁边这个办法呢，你就比照我一样是在一个水池上面放平台，然后把东西插在上面。好，再来我们换另外一个地方，介绍种植区那边的，我们一样找一颗石头。那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19的石头它的高度有点太高了，导致我们东西如果放过去种植区的话，架子会看起来浮空非常严重。所以我这里挑了一个17的小石头，它的高度有一点落差。当然你要14的也可以，我们试一下。我们把这两个收起来，然后我们找花架，然后把架子种在那里。这里记得按自由，它就会有点难放，它其实不太容易，那你要自己调整一下。然后当你确定它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微调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我想要放3个，像我一样，如果不好用的话，你就弄比较平面一点。这里就要试比较多次，一样先上来，然后我想要再放个灯，然后你放到石头上了之后呢，记得就按微调就好了，不然它又会跑出去。我想要加一张椅子，然后我们一样放到这个平台上，然后再做微调，然后再放一点花草，石头上来，然后微调，然后它有时候格子的可能跑不到这个位置，你记得再要多试几次。啊，如果你觉得不行，你再拉上来。所以石头小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，如果石头大的话会比较好用。啊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就这样。然后我们记得这个时候呢，一样要汇出你的档案。我们专拍这个，因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等下是要移动这个。好，然后一样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覆盖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操作它了。一样点击更多，然后自由移动我们的石头，其他物件会不会跟着动？其他是会跟着移动的，这就代表我们成功了。因为我们的东西不像刚刚在那个亭子一样，全都在一个小平台上。那虽然我们这里是架在这个石头上面，但是按框选的话，我们包含在这个石头在内，石头按取消，其他东西就会不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够按多选，然后比较繁琐一点的，你每个要移动的物件你都要点。那我目前只有盖7样东西，你如果更多的话，到时候记得要存档，不然你移动起来会非常麻烦。这个时候一样按微调。那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种植区，所以我们调整的是 X 轴，一样把它输入到最大，然后按确定。在按这个动作之前，你要确定你一定要汇出你的存档，不然失败了只能重来。然后到时候你没有存档的话，你要再重新调整一次，会非常非常的麻烦。一定要汇出你的档案，按确定，然后它就飞出去了。好，移到差不多位置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自己来调整了。调整高度。你如果是刚刚大石头的话，会因为本身的高度太高，导致你的这个花架会有点悬空。那像我们现在就还有，因为它的底是640，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空间。那这个就是小石头的好处，只是你在进行操作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。那我们调整一下我们最终想要的位置。OK， 它还是有一点点距离，所以大概是510左右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然后我们按汇入，重回去刚刚上一个步骤。那因为我们刚刚是盖这一条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里能不能放。然后你记得你的架子要在这个时候就调整完方向，不然的话它会没有办法带过去。那我们一样按自由，那这个时候要选多选架子
点起来，微调到它的 X 轴做改变。我们确定一下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步骤很麻烦，你可以在这里再多存一个档，按确认之后，这个时候再汇出一个，这样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从哪边开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找我们的石头，一样拉出去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架子也跑出去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做微调了。然后按确认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架子就过来，哇，我这样又用太下去了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重复的话，就按上一个步骤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你如果想要概述的话，也可以，我们一样打造，一样按水石，那我们挑一块比较小的，然后把你要的树木一样移到这个石头上，我们再做微调。因为这边太靠近种植区了，所以你拉出去的位置可能不能很远，所以记得把你的东西它的距离要拉远一点，不然它的 X 轴没办法调整太多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树木一样调整 X 轴，看一下跑到哪里去了，到这里了，按确认。我想要在这里，哇，这样有一点尴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就要用把这个树木弄比较大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们的石头 ，Let's go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桃树就这样被我们移植过来了。你如果想要在这里再种植比较多东西，你可以弄一个平台，然后把你的树放在上面，把你的小东西放在上面，然后在下潜的时候把它位置弄深一点，看不见平台，只看见树就可以了。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的石头尽量挑选稍微大一点的，或者是小一点的，高度比较没有这么高的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调整的。好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再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支持我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